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期权。今天呢，给大家补个作业，答应大家很久了，关于持有一个相对长期一点的期权，如何在持有过程中有效的降低时间流逝的成本。那这个问题呢，困扰了不少投资者。期权相对于股票来说，最大的劣势就是时间。时间到期，价外期权会被归零作废，所以呢，对于解决时间损耗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系列呢，我计划是用3期视频来为大家分享几种方案，其中呢，最后一种是我最常用的，我会放到后面一起给大家分享。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第一种策略，如果时间来得及，在视频的后面我会把另外几种方案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那看过我前几期视频的，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你多少产生点帮助，还请大家不要吝啬，给视频点个赞。没订阅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订阅。制作视频不容易，拜托大家点点赞，给点动力，先谢谢大家了。今天呢，我们会第一次接触双腿期权。什么是双腿期权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同时开2笔期权合约，这就是双腿策略了。比如同一个标的物上，我可以同时买一只腿买涨，然后另一只腿呢买跌，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双腿策略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一个双腿策略，时间价差策略，也有人叫日历价差策略。什么是时间价差策略呢？时间价差策略就是在不同的到期日同时买入和卖出相同行权价的看涨期权。时间价差可以用来看涨，也可以用来看跌。我们的视频基本都在讲看涨的，看跌的其实只要反过来操作就可以了。看涨的时间价差就是我们买一个相对长期一点的 call 来看涨，然后呢卖掉一个到期日相对短一点的 call。卖掉这张 call 不是为了看跌，而是我们觉得短期内股价涨不到我们的行权价，那到期的时候这张卖的 call 就会作废，我们就会拿到卖 call 之后的权利金，用来降低那张买的长期的 call 的成本。拿个实际例子来说，7月8号的戴尔正股股价价格是146块，我买入了一张9月20号到期的行权价在175的戴尔的 call， 同时呢我又卖了一张8月23号到期的行权价在175的戴尔的 call， 这样一买一卖2条腿就构成了时间价差策略。有人可能会问，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买入了一个期权，又卖出了一个相同行权价的期权，那不是等于没买也没卖吗？如果期权是股票，那这个想法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期权多了一个时间的束缚，也就是期权都有到期日，有了这个到期日，这种策略就可以利用期权的时间价值的衰减 θ 值来获利。我们可以利用离到期日时间短的期权比离到期日时间长的期权每天损耗的时间价值多，来赚取这个时间价值的价差。在解释时间价差策略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个重要的概念 θ 值。θ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期权合约的价格的流失程度，也就是时间每流逝1天，相对应的期权合约的价格流失的金额。无论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 θ 值都是负的。由于这些希腊字母计算出来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简单干脆直接告诉大家如何使用。来看个例子啊，比如英伟达这张期权今天的价格是 8.143， 那这张期权的 θ 值为负的 0.1338，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5号，那到7月16号，也就是1天后，如果股价没涨没跌，并且不考虑其他因素，那这张期权合约的价格就应该是 8.143 减去 0.1338 等于 8.0092。 θ 值越接近到期日，它的绝对值会越大，也就是意味着损耗会越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建议大家末日期权最好是卖而不是买。我们还看英伟达这张期权啊，还有32天到期的时候， θ 值为负的 0.1338。同样是这张期权，如果仅剩1天就到期了，那么它的 θ 值会变成负的 0.5936， 足足是还有32天到期的 4.5 倍还多。所以同样的行权价的，如果我们买入一个5个月后到期的，会比我们卖出一个只有1个月到期的合约，每天时间损耗小很多。这仅仅是在时间损耗上给大家看到的有利可图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上面说过的戴尔的实际案例，一起探讨一下这种策略的损益情况。
前两天呢，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策略，我实际做了一个时间价差双腿策略，用的是富途牛牛这个软件，还是一样，没开户的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开户，可拿足新手奖励。前几天戴尔这只股票，我认为有机会三角突破，选择上涨方向，但是呢，由于尚未突破，随时有被打压的风险，所以在7月8号，当股价在146块钱左右的时候，我买了一张2个月后9月20号到期的行权价在175块钱的看涨期权，花费了640块钱。与此同时，我又卖了一张1个月后8月23号到期的同样175块钱行权价的看涨期权，获得了265块钱的权利金。那一买一卖，一买花了640，一卖赚了265，所以这个双腿策略我总共花费是640减去265等于375块钱。本来要花640买的9月到期的期权，我仅仅花了375。这么乍一看，这个策略是真不错，省钱的同时还把事儿给干了。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那个多快好省那个悖论呢？多就不能快，好就没法省，但是这个策略真的能这么神奇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分析一下我这个双腿策略的损益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先拿这几天戴尔股票的实际走势来说吧。我做了这个时间价差策略以后，到目前为止，我的第一条腿买的那张 call 价格已经从640块钱跌到了395，我净亏损了245块钱。那我的第二条腿呢，卖出的那张 call 呢，由于股价在下跌，所以这张期权的价值也会随着降低，目前价值仅仅值150块钱了。但是由于我是那个期权的卖方，所以这张期权的价格越跌，对我来说呢，反而是好事。如果这张期权的合约最后归零了，那么我就能把所有的265块钱的权利金都拿到手了。如今呢，已经从265跌到了150块钱，那这个差价呢是115块钱。如果我现在平仓掉了这条腿，那这115块钱就是我现在的实际收益。所以第二条腿我赚了115，第一条腿我亏了245。那到今天为止，对于这个组合期权合约来说，我也仅仅是只亏损了130块钱而已。就目前情况来说，这个时间价差策略和我直接买入单腿期权相比，那这个策略无疑是帮我节约了一部分成本，减少了一定程度的损失。那以上这种情况呢，是我买入后下跌了的情况，时间价差呢能有效的帮我们回避一部分的损失。那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呢，我买入之后上涨了呢？上涨分两种情况，先说第一种，到期后没有涨过行权价的一个情况。如果到期戴尔股价没有涨到175，比如仅仅涨到了174块钱，那么到期日期权会作废，我们卖出期权这条腿收到的265块钱就可以全部收入囊中了。与此同时呢，我手里还剩下一张9月20号到期行权价在175块钱的看涨期权。这种情况呢，比我们直接只买一条腿看涨多收入了265块钱的一个期权费。如果到期戴尔股价涨过了175块钱，比如说涨到了180块钱，因为我们第二条腿是卖 call， 也就是说我们是期权的卖方，那我们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也就是8月23号如果买方行权的话，我们需要以175块钱的价格卖给对方价值已经涨到了180块钱的戴尔正股100股。按照市价我们是能卖到18000块的，但是我们却要以17500的价格卖给对方。那么这么看，我们是亏损了500块钱。由于我们之前还收了265的权利金，所以呢，我们这条腿上的一个净亏损是500减去265，一共亏损了235块。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手里还剩下第二条腿，一张9月20号到期的行权价是175块钱的看涨期权。因为股价从146块钱涨到180块钱，足足涨了 23%。对于期权来说会涨多少呢？我们用富途牛牛这个期权价格预估的功能，大概预估一下当时的一个价格。从这张图片上我们能看得出来，到时候这张期权大概的一个价值是1435块钱。那么第二条腿亏了235，第一条腿呢，买的时候是640块钱，现在价格是那个1435。那第一条腿呢，我们净赚了795块钱。第一条腿的收益795减去第二条腿的亏损235，我们还能净收益560块钱。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说我们没有赚到直接买 call 的那么多，但是呢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最主要是我们降低了
看错方向的一个风险。到期日股价涨过175，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大幅涨超175。比如说股价涨到了，我们说个夸张点的哈，比如说涨到了300块钱，那这时候第二条腿我们会被行权，我们要以17500的价格卖给别人价值高达3万块钱的一个股票，净亏损是3万减去17500，净亏损是12500块钱。由于我们还收了265的权利金，所以第二条腿我们净亏损是12500减去265，净亏损了12235，这个亏损够大的了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条腿，第一条腿如果股价涨到300块钱，这个时候呢，9月到期的这个看涨期权价格大约会涨到12572。之前买这条的时候我们花了640块钱，那么也就是说一共我们盈利了12572减去640块钱，我们盈利了11932块钱。然后第二条腿呢，我们亏损了12235，第一条腿盈利了11932，所以整个策略我们净亏损了303块。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策略就是失败了。由于前面我们说了，这个策略呢只花了375块钱，我也说过最多呢这个策略我们只能亏375块钱，所以即便股价暴涨到300，我们最多亏损也就是我们最初花的权利金，只是可惜股价暴涨的这个收益我们没有赚到。但是这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一个月内戴尔的股价从146涨到了300，足足翻了1倍还多，这种可能性不用我说你也会觉得非常低吧。即便最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的亏损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是这种情况下损失了股价暴涨的利润，这个是很可惜的，但是毕竟是个非常小概率的一个事件嘛。我第一期视频就讲过，不能把期权当作赌博来做。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股价没涨没跌，还在146块钱附近。其实这种情况和我们上面讲到的一个上涨到174块钱的一个分析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啊。第一条腿期权到期直接归零，我们白白拿了265块钱的一个期权金，同时手里还持有一张9月20号到期的175行权价的一个看涨期权，所以这种依然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那总结一下这个策略，在股价横盘或者上涨没有涨到行权价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收益最大化，拿了第二条腿的全部权利金，同时手里还剩下第一条腿较长期的看涨期权。在股价上涨超过行权价但幅度不大时，我们会损失一部分长期期权的收益，但是整体策略是赚钱的。在股价暴涨远远超过我们的行权价的时候，该策略会造成损失，但是最大的亏损也不会超过我们整个策略所花的权利金。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时间价差策略。这个策略呢，局限性还是蛮大的，但是不把这个策略先和大家分享，又没有办法直接给大家介绍后面更好的策略，所以这个策略呢，大家先熟悉起来。如果里面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前面几个视频看一下，不然对于全新的朋友来说是不太好理解里面的一些概念的。剩下的几种降低时间损耗的策略，我尽可能这几天给大家更新出来。如果觉得视频有些帮助，还请大家帮忙点点赞，给下期视频来点动力，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对海外投资、海外走资有兴趣，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在操作上有任何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电报群链接，在群里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指导解答。如果大家对视频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最近总被人问我是不是老李，我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不是老李，我其实是隔壁老王。那以后呢，大家可以叫我老王，谢谢大家的陪伴。老王愿和大家一起成长进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